我们投资10万块钱，而且投资10年的时间，那么指数基金可能就要少交1万多的费用。这些省下来的费用都会变成我们的收益的。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指数基金这个话题。指数基金经常听人提起那到底是什么呢？概括来说指数基金它是一种特殊的股票基金，它主要投资的是股票，属于股票基金的一种。同时它有个特点，复制指数，并且跟踪指数。等一等，那这里的指数又是什么呢？指数其实是一种选股的规则。我们以沪深300指数来举例子这是国内最出名的一个指数。它的选股规则就是从 A 股当中选出300只流通市值最大的股票，那么这就是沪深300指数的选股规则。这个规则在指数建立的时候就事先约定好的。那基金公司是怎么运用这个规则去建立自己的基金呢？当基金公司知道这个规则之后，就可以建立一个基金，完全按照沪深300的规则来买入对应的300只股票。所以指数基金就是按照指数规则买入一篮子股票。我听说指数基金呢，它和传统的股票基金还不太一样，那具体又有什么区别呢？确实不同指数基金虽然投资于股票，属于股票基金的一种，但与传统股票基金有很大的不同。传统股票基金叫做主动型管理基金，一般由基金经理来选择股票，基金的收益情况取决于基金经理的个人投资能力。如果基金经理投资能力很强，那么这支基金的收益率就会很高。那照这么说，如果基金经理换人了，那岂不是？这就是个问题了。如果基金经理辞职或者换人，那么这个基金的未来表现可能就与之前截然不同。比如说举个例子，世界上比较出名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基金经理之一，管理的基金叫做麦哲伦基金。在他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的13年时间里，这支基金取得了年化收益 28.9% 的收益率，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收益率，就连巴菲特也赶不上这个收益率。但是在彼得林奇退休之后，麦哲伦基金表现就平平了。那照这样看来呢，传统型的那种股票基金，它就比较依赖基金经理是的，这就是传统主动型管理基金的一个缺点，它的收益主要取决于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但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是很难去判断或者衡量某位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到底怎么样的。那指数基金又是怎么去运作的呢？指数基金它不由基金经理来选股，它是被动型的管理基金，它选择某个指数作为模仿对象，完全复制某一个指数，按照这个指数所包含的所有的股票和各个股票的占比来选股。而基金经理他只负责监督维护这个过程，他本身不参与选股。所以指数基金的收益取决于所跟踪的指数。那具体来说，当我们买指数基金的时候，我们实际买的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理解指数基金就相当于很多只股票的集合。所以我们买一只指数基金，就相当于一下子同时买入了很多只股票。比如说沪深300指数就是同时买入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市值最大的300只股票。指数基金还有其他的优势吗？比如说费用方面呢？说到费用指数基金确实有个很大的优势，它的费用比较低。这里说的是基金的管理费，任何一个基金它都会收取管理费，这个费用会从基金的后台直接扣除的。那么指数基金的管理费一年大概是 0.6% 到 0.8% 之间，而普通的股票基金一年的管理费大概是 1.2% 到 2% 之间。那它们之间的差异大吗？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说明一下这两个之间它的费用的差异。好的，那假如我们买1万块钱的指数基金，一年就要交60到80块钱的费用。但是如果买1万块钱的普通股票基金一年就要交120到200块钱的费用。长期来看，这个费用的差异会更加明显。比如说我们投资10万块钱，而且投资10年的时间，
那么指数基金啊，可能就要少交1万多的费用。这些省下来的费用啊，都会变成我们的收益的。听起来不错哦。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买指数基金呢？在开始投资指数基金之前啊，必须要了解一些基础的知识，这些知识对我们后面的实际操作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吧。听说每个基金都有自己的代码。是的，每只基金都有一个专属的代码，用来分辨不同的基金，就好像基金的身份证号码一样。身份证号码听起来还比较有趣哈。那就像我们不同的省份，那它的前面的代码是不一样的。那不同市场上的基金代码又有什么区别吗？在不同市场上，基金代码的命名规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中国 A 股的基金一般是6位数字组成。比如说，上证红利指数，它的代码是510880。那么在美国啊，指数基金的代码是由3到5位的英文字符构成。比如说，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的代码是 SPY。通过这些代码，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找出一只确定的指数基金，不会产生任何的歧义。明白了。那基金净值又是什么概念呢？基金的净值啊，就是指一份基金中所包含的市值。比如说，一只基金它的净值是1.5元，那就是说买一份基金就相当于买了市值1.5元的股票类的资产。比如说，我们买1000块钱的指数基金，如果买净值1元的指数基金，可以买到1000份。那我们选基金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选一些净值比较低，这样子可以买入更多的股份呢？其实不是啊，如果买净值1元的指数基金，可以买到1000份，但是啊，如果买净值2元的，就只能买到500份。不过实际上，我们买入啊都是总市值1000块钱的指数基金，净值的高低只是说一份基金当中含有多少的股票类资产，它不是衡量一只基金是否值得购买的标准。也就是说，净值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实际上，净值的高低与这只基金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们国内的基金的净值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区间呀？在我们国内啊，指数基金都是从1块钱的净值起步，也就是说，所有的指数基金刚成立都是1块钱的净值。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净值啊从1块钱变高或者变低。但是大多数指数基金的净值都在1块钱到3块钱之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常见的指数吗？可以啊，那我们先说说上证50指数吧。上证50指数啊，就挑选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规模最大的50只股票。那追踪这个指数的基金有哪些呢？比如说，场内基金比较出名的是华夏上证50 ETF。场外比较出名的是易方达上证50。为什么同一个指数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基金呀？因为指数的规则是透明的呀，所以啊，不同的基金公司都可以围绕同一指数去开发不同的基金产品。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啊，我们要尽量挑选那些规模比较大、费用比较低、追踪误差比较小的基金公司的产品。对了，你刚才还提到了场内和场外基金啊。这又是什么意思呀？场内和场外啊，它是2种不同的投资渠道。场内基金啊，就是说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买卖的基金，我们需要用到炒股的软件直接去买。那么场外基金啊，就是在基金交易平台上进行申购和赎回的基金，我们可以在支付宝或微信上面进行购买。那么关于这2种基金购买方式啊，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介绍。大家先明白这是不同的2种购买方式就可以了。那沪深300指数呢？听说是最重要的指数吗？是的，沪深300指数啊是国内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指数。沪深300指数啊会从上海和深圳2个交易所当中挑选出规模最大的300家公司。那对于沪深300有什么推荐的产品吗？目前来看，比较适合的场内基金是易方达沪深300 ETF， 那么场外对应的是易方达沪深300 ETF 连接基金。等等，什么又是连接基金呢？这是基金公司开发的一种特殊的品种。有的投资者啊，希望通过场外渠道也可以投资场内的基金，
于是基金公司就开发了连接基金，从场外连接到场内，方便没有股票账户的投资者可以投资到场内的基金上面。哦，那今天学习了很多的基础的理财知识呢，那你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好的，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学习到的要点吧。第一指数基金是一种特殊的股票基金，它通过复制和跟踪指数来投资。第二，与传统的主动型管理基金不同，指数基金不依赖于基金经理选股，而是按照固定的规则来进行投资。第三，指数基金具有透明度高、规则稳定、费用低的优点。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指数基金成为长期投资的优质选择。第四，每个基金都有独特的基金代码 ，A 股是6位数字。第五基金的净值表示一份基金包含的市值，国内的基金都是从1块钱起步的。第六上证50和沪深300是2个最重要的指数，可以通过场内和场外2种方式进行购买。今天学习了很多的干货呢。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对基金投资的疑问和心得。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建平，我是安娜，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拜拜。